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它的口径比人的脑袋还要大？可以把重达90公斤，相当于一个成年壮汉体重的巨型钢铁炮弹狠狠砸向敌军头顶。它的威力恐怖到什么地步？一发高爆弹落地，能瞬间在阵地上生生啃出1个半足球场大小的陨石坑，方圆几十米内的重型装甲和钢筋混凝土掩体直接被狂暴的冲击波撕成碎片，当场超度。但更离谱的是，这玩意儿要是杀红了眼，还能直接塞进 W79 战术核炮弹，一炮轰出去，那就是一场战术级别的小型核爆末日。今天火力军就为大家唤醒这头早就被扫进历史的巨炮，看看它为何在俄乌战场上大放异彩，在被美国淘汰后又为何完美契合台湾。提到自走炮，那绝对逃不开销量霸主韩国的 K9 雷霆自走炮。这几年 K9 简直就像是军火界的 iPhone， 卖到全宇宙大缺货。从欧洲的波兰、芬兰到中东的埃及、印度的沙漠，到处都能看到这台战车的影子。K9 配备的是北约标准的155公里主炮，不仅自带全封闭的重装甲炮塔，里面甚至还有冷气可以吹。阿兵哥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荧幕前，靠着高度自动化的装弹系统， K9 能在短短15秒内连续轰出3发炮弹，通过改变射击仰角，让这3发炮弹在同1秒钟砸在对方的头顶上。打完之后，他只需要不到1分钟就能立刻收起脚架，踩下油门开丢，让对方的反炮兵雷达连个车尾灯都抓不到。跟他相比，我们的主角 M110 简直就是鲁蛇遇上高富帅。这台从冷战时期走过来的 M110 自走炮，就像是一台从疯狂麦斯里直接开出来的废土肌肉车。K9 的成员通常只有4到5个人，大家归在后视的装甲车厢里，按按钮就能把对方轰上天。而 M110 呢，确实很潮流，敞篷设计。没错，它就是一台底盘上直接架了一根管子的敞篷车，周围那一圈薄薄的钢板厚度只有区区13公里，基本上就是一层铁皮，防一防远处的榴弹碎片还行，稍微大一点的口径根本防不住。这是美军当年脑子进水了吗？给士兵造一台连遮雨棚都没有的战车，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头上顶着那根 M201A1 主炮而服务的。它的口径是极其夸张的203公里，为了保住机动性，工程师只能两手一摊，屋顶不要了，大家露天办公吧。除了防护，还有开火效率也是远低于 K9。但是当这发炮弹真正砸在目标上的时候，所有的劣势都会在瞬间大逆转。这也是 M110 至今让无数老派炮兵迷恋的原因。口径即是正义，当量即是真理。K9 的155公里高爆弹单发重量大约是43公斤，而 M110 发射的203公里 M106 高爆弹单发重量直接翻倍，高达惊人的 90.7 公斤。这就相当于 M110 每隔2分钟就会把一个体重破百的肌肉猛男以每秒700公尺以上的初速狠狠地砸在20公里外的对方脸上。在反装甲作战中，这种破坏力的差距是降维打击级别的。按照现代陆军的教范，如果你想用155公里的炮弹，比如 K9 去彻底摧毁一辆防护严密的主战坦克，你通常需要呼叫整个炮兵连朝着那个区域倾泻70到80发炮弹进行概率覆盖。但换成 M110 呢，根本不需要直接命中。当这颗200磅的高爆弹在主战坦克附近10几公尺爆炸时，它所掀起的剧烈地震波和超压冲击波就足以把坦克外面的光学瞄准镜全部震碎，把履带悬挂系统直接撕裂。至于坐在坦克里的成员，在那种恐怖的震荡下，五脏六腑都会受到重创，瞬间丧失战斗力。M110 是一把没有准星、开火奇慢，但一锤子抡下去，连人带掩体都能砸成肉泥的重型铁锤。面对对方精心修筑的地下碉堡，钢筋混凝土加固的前线指挥枢纽， K9 的155公里的炮弹打上去往往只能听个响，刮掉一层皮，而这时候前线的指挥官就会无比怀念起 M110。 尽管 M110 威力恐怖、简单粗暴，但这台巨兽还是在1994年就被美军全面除役。原因很简单，它的手太短了。客观来看， M110 的口径确实大，火力确实猛，但它的主炮身管长度只有可怜的25倍镜，这就导致它发射常规 M106 高爆弹时最大射程仅有 16.8 公里，即便是用上火箭增程弹，极限射程也只能勉强摸到30公里的门槛。时间进入千禧年，30公里是什么概念？在无人机漫天飞、反炮兵雷达高度敏锐的环境下，这台最高速度只有55公里，还有13个人在露天排场操作的巨兽，为了打中目标，必须推进到距离第一道战壕极近的危险区域，这让它瞬间成了敌方巡飞弹和远程火箭炮眼中的绝佳活靶子。所以美军在海湾战争后就大面积退役。但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台湾目前装备了不少的 M110， 为什么年年汉光演习还能看见它？先别急，火力军先告诉各位，
全世界没有比台湾更适配这款自走炮的了。但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在乌克兰前线的炮兵阵地，这门冷战巨兽是如何在现代消耗战中重获新生的。2026年的春天，乌克兰第52独立炮兵旅对外放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的阵地上赫然出现了这台敞篷老爷车 M10A2 自走炮。根据欧洲防务圈的消息，这批庞大的重火力其实是希腊政府从仓库挖出来洗库存的。希腊人通过捷克当白手套，一口气给乌克兰送去了足足60门 M10A2， 外加让人流口水的15万发重型炮弹。15万发库存在如今的俄乌战场上，这个连普通炮弹都要掐着指头算的泥潭里，这批弹药包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礼包。里面不仅有标准高爆弹，还有打得更远的火箭增程弹，以及专门用来对付步兵冲锋的技术弹药。这时候问题来了，乌克兰军队手里明明已经有西方援助的先进重炮，为什么还要眼巴巴地接盘这批需要13个人伺候的冷战古董？我们来看看第52炮兵旅的火力群组配置就懂了。这个旅手里有乌克兰自己研发的155公里轮型自走炮，跑得快，打得准，专门用来在远距离放冷枪，拔掉对方的指挥所。他们还有捷克支援的多管火箭车，负责大面积洗地，对付大批集结的敌军。但这个配置有一个致命的短板，火力真的太小了。155公里的炮弹砸上去，往往只能听个响，刮掉一层皮。这时候就需要 M10这位暴力拆除大队长出马了。在乌东顿巴斯防线中，俄军往往会利用原有的工业建筑，或者花费数月时间用钢筋水泥浇筑成深埋地下的坚固据点。面对这种级别的防御， M10迎来了它的战术生态位。在一次靶点作战中，一门 M10A2 在数官的掩护下，悄悄推进至距离前线15公里的发射阵地，前方的商用空拍机将目标的精确坐标传回。M10发射了一枚重达90公斤的 M106高爆弹，这发炮弹甚至没有直接命中碉堡的顶部，而是砸在了掩体侧后方几公尺的土地上。但203公里高爆弹产生了巨大地震波和超压冲击波，直接导致了掩体内部承重结构和整体坍塌。巨大的金属共振和气压差让掩体内的守军瞬间丧失了战斗力。在扎波罗热平原，面对俄军由 BMP 步兵战车和 BTR 装甲车组成的机械化连队突击时，第52炮兵旅动用了 M10发射 M50 9A1 集束弹药。当这枚203公里的巨型炮弹在装甲编队上空炸开，内部释放出的大量子弹药像暴雨一样洗刷了整个区域。虽然这些子弹药无法击穿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但对于顶层装甲薄弱的轻型步战车来说，这就是一场躲不掉的灾难。密集的破片瞬间瘫痪了多辆装甲车的动力系统和关庙设备。还记得我们之前看过的 BMP1 吗？在那个视频里，火力军讲到这个战车完全就是个铁棺材，一旦命中，车里的士兵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尽管破坏力惊人，但 M10的生存依然是走钢丝。为了弥补机动性与射程的劣势，乌克兰炮兵给这台纯机械操作的金属巨兽外挂了一颗数位大脑，车长手里拿着连接了星链系统的平板电脑，火控软体在接收到无人机数据的几秒钟内就能算出射击参数。现在让我们回到台湾，如果在东欧广阔的平原上 M10扮演的是砸碎防线的工程锤，那么部署在台湾的这台老炮又会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火力军之前说没有比台湾更适配 M10了呢？如果在东欧广阔的泥泞平原上 M10扮演的是砸碎坚固防线的工程锤，那么当场景切换台湾，这台冷战巨兽就变成了死守大门的重装守卫。我们在前面讲过 M10在现代战场上的一个致命软肋，它的手太短了，那根25倍镜的短炮管导致它发射常规高爆弹时射程只有可怜的 16.8 公里。既然这台车手这么短，机动性又不算顶尖，为什么在台湾的防卫体系里，它依然被当成压舱石一样的重火力宝贝死死留在编制里？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对于台湾的防卫环境来说，射程短根本不是问题。我们看看台湾面对的是什么类型的防御战，这是典型的海岛防御作战。在这个剧本里，防守方根本不需要把炮弹打到几百公里外去摧毁对方的纵深补给线，但台湾是一个岛屿，因为无论对手是谁，他们就必须跨洋作战，必须把那些装满士兵的登陆艇、气垫船和2栖装甲车开到距离海岸线只有几公里的滩头阵地上。这就意味着对方必须主动走进台湾的射程里。当庞大的2栖登陆船团越过地平线，进入距离海岸10到15公里的近海海域时，那些为了抢滩而设计的轻型2栖载具速度往往快不起来，而且为了保持攻击队形，他们在海面上会排得密密麻麻。这片距离海岸线10几公里的海域刚好完美落入了 M10那16公里常规射程的最优区间。在这个距离上， M10根本不需要什么火箭增程弹，直接用最基础、装药量最大的90公斤级 M106高爆弹进行饱和式拦截。而且把重炮用在打海面目标上，
会产生一种比打在泥土地上更恐怖的放大效应。大家都知道，水是不可能压缩的。当这颗重达200磅的钢铁流星没有直接砸中登陆艇，而是砸在它旁边10几公尺的海面上时，炸药在水中引爆，会瞬间产生极其巨大的水下冲击波。这股冲击波会像一柄无形的巨锤，直接从水下狠狠敲击两栖车辆那薄弱的平地结构，足以瞬间撕裂船体，让其进水沉没。所以在海岛防御的教范里，M10任务非常清晰，它不是用来跟敌方战舰进行精准对决的，它的任务是当登陆部队进入近海的脆弱窗口期时，在滩头前面的海面上硬生生织出一道无法逾越的近墙。既然射程不是问题，那么 M10在岛屿上该怎么保命呢？台湾的地形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在这里，你看不到可以来回拉扯的广阔战壕，而是有着连绵起伏的山脉和深挖在花岗岩里的坚固要塞。那些部署在外岛和部分海岸线上的 M10平时根本不会露面，他们被藏在那些深不见底、防空飞弹根本炸不透的花岗岩坑道里。只有当警报拉响时，这些重炮才会顺着轨道被迅速推到坑道口的射击阵位上。打完几发急速射之后，士兵立刻把重炮退回坚固的山洞深处。对方的反炮兵雷达就算算出了弹道，打过来的报复火力也只能在厚厚的花岗岩山体上砸出几个白印子。在最近几年新竹坑子口靶场的重炮射击演练中，防卫部队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对着海面开火，他们把无人机派到黑暗的海面上空，死死盯着假想的敌军船团，把坐标资料及时传回后方的隐蔽炮兵阵地。当指挥官一声令下，几十门 M10同时开火，203公里巨炮爆出的巨大火光瞬间撕裂了黑夜。巨大的轰鸣声连10几公里外的居民都能感觉到窗户在震动。几十颗重型炮弹精准地砸在无人机标定的海域，掀起冲天的水柱。这种空中无人机点灯、地下老式重炮砸砖的战术协同，把 M10的火力压制效率拉到了满格。它等于在用爆炸声明白地告诉对手，想在这片海滩上踩出脚印，你就得先问问这些重达90公斤的铁疙瘩答不答应。在这个漫天都是电磁干扰、飞弹随时可能被诱骗的年代，M10这种纯机械的重炮反而凸显出一种古板的可靠性。它不管你的软体怎么被骇客入侵，也不管你的干扰击空率有多大，只要把后勤火药塞进去，然后拉下激发绳，那颗致命的炮弹就一定会按照抛物线砸在它该落的地方。老将虽然手短，装填也费力，但在岛屿防卫的最后一道滩头防线上，他依然扮演着不可逾越的重量级压舱石。那么这台从冷战一路打到现代的重工业怪兽，我们该如何评价它在未来战场上的定位？在无人机蜂群铺天盖地的明天，它真的会被彻底淘汰吗？无论何种武器装备，在这个时代都逃不过人工智慧的革命。它们有的被加持升级，有的被淘汰抛弃。M10它不酷炫也不精致，甚至有些跟不上现代战争那种按几个按钮就能秒杀目标的快节奏。但无论是东部平原上的泥泞战壕，还是台湾的花岗岩碉堡，这台冷战老兵都在用实战向我们证明一个非常残酷的战场真理，那就是当战争打到最后，当那些高科技的雷达被干扰，当昂贵的飞弹库存被打光，当一切华丽的战术外衣被撕破，双方不得不回到泥巴里进行最原始的碰撞时，最简单最粗暴的火力投射往往才是战到最后的底牌。90公斤重的高爆弹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网络数据链，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最新的电子干扰机，它靠的是纯粹的物理定律和重力加速度。在现代战场上，飞弹和无人机也许能决定谁先开火，但这种砸坑不讲理的重炮往往决定了这片阵地最后到底属于谁。所以火力军想把今天最后的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各位，你们觉得在未来的战场上，随着无人机技术的继续爆发，像 M10这种口径超大、操作繁琐的传统巨炮真的会彻底走进历史的资源回收桶吗？还是说在电子战越来越激烈的明天，这种不依赖数位网络的纯机械重火力永远会有它不可替代的战术地位？好了，关于 M10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按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